我要先做一个有点冒犯的断言：如果你此刻感到焦虑，觉得钱难赚，而且不管怎么努力，似乎都跑不赢房价，跑不赢物价，甚至跑不赢楼下快餐店涨价的速度，那么请一定要听好，这不是你的错，你也绝对不是一个人。你正在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隐秘，也是最残酷的一场财富转移。这不仅仅是通货膨胀那么简单，这是一个被精心设计了50年的局，一个将你口袋里的劳动成果通过一根看不见的管子悄悄输送给顶层掠食者的游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游戏里的猎物。今天我不谈 K 线，不谈具体的股票代码，我要带你拆解这个世界的底层代码，带你去看一看法币贬值99%背后的血腥真相。我们要聊聊为什么那个曾经承诺美金如金的时代彻底终结了，为什么全球央行正在疯狂抛售美债、囤积黄金，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在这场针对普通人的合法抢劫中，黄金到底是不是我们最后的诺亚方舟？这期视频的信息量会非常大，可能会颠覆你过去对金钱的所有认知。如果你准备好吞下这颗红色药丸，看清真实的世界，那么请先点赞，我们马上开始。我们要把时钟拨回到1971年的8月15日，这不仅是金融史上的一个日子，这是人类货币文明的一次大断裂。那天晚上，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出现在电视上，单方面撕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合约，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他说那是暂时的措施，但这一个暂时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为什么我说这是一场违约？在此之前，你手里的每一张美元本质上是一张黄金兑换券，政府不能随便印钱，因为每印一张钱，金库里就得有对应的黄金。这是对权力的约束，是对老百姓劳动成果的尊重。但是从1971年那一刻起，笼子被打开了，美元从货币 money 变成了法币 currency。请大家一定要区分这两个词。 money 是真正的钱，它本身有价值，能储存购买力，比如黄金 currency 法币，它只是一种流通手段，是政府的一张信用借条。当金本位被废除，这就意味着各国央行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你的劳动是有限的，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钱变成了无限的，用无限的纸币去追逐有限的资产。结果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是东西变贵了，错，大错特错。真相是东西没变，是你手里的钱变废了。如果你把1971年的1美元留到现在，它的购买力只剩下当年的1%到2%，这消失的98%去哪儿了？它并没有凭空消失，它被拥有印钞权的人和离印钞机最近的人给偷走了。在经济学里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概念，叫菲坎蒂隆效应菲。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当央行放水印钞的时候，钱并不是均匀地撒在每个人头上的，它是像蜂蜜一样先流到离中心最近的人手里。谁离印钞机最近？政府、大银行、大机构、超级富豪，他们拿到了最新印出来的还热乎的钱。这时候物价还没涨，他们用这些廉价的资金去买楼、买地、买股票，回购股份，资产价格因此暴涨。等这些钱通过层层流通，最后流到你手里的时候，也就是流到普通打工人、小商贩手里的时候，你发现什么了？你发现房子买不起了，股票高不可攀了，甚至连猪肉都涨价了。你手里拿着贬值后的工资，面对着暴涨后的物价。这就是为什么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这不是因为富人比你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了货币流动的上游，而你站在了下游，被迫承接了通胀的所有代价。这是一场无声的财富收割，它不需要通过税收，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甚至让你毫无察觉。凯恩斯曾经说过，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的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这一没收就是50年。这几年这种收割变得更加肆无忌惮。2020年以来的这3年，美国印出来的美元占到了美元诞生200多年来总量的惊人比例。这就好比你在玩大富翁游戏，本来大家玩得好好的，突然庄家给自己发了100倍的筹码，这游戏还怎么玩？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魔幻的世界，美股在历史高位震荡，美国通胀数据忽高忽低，而美联储一会儿说通胀是暂时的，一会儿又暴力加息，他们在掩盖一个事实，庞氏骗局玩不下去了。这就要说到我们标题里的后半部分，全球去美元化。很多人觉得去美元化是政治口号，不是的，这是求生本能。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各国央行，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甚至很多美国的盟友，都在做2件事：第一，减少美债持有量；第二，疯狂买入黄金，因为美元这个信用体系正在面临双重崩塌。第一重是信用崩塌，美国国债规模已经突破34万亿美元，每100天就增加1万亿，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债务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借新还旧，甚至通过恶性通胀来赖账。如果你是借钱给他的债主，你慌不慌？第二重是安全性崩塌。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直接冻结了俄罗斯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甚至把俄罗斯踢出了 SWIFT 的结算系统。这一招杀鸡儆猴，吓坏了全世界所有的猴子。大家突然明白，只要我不听话，我的钱就不是我的钱。所谓的无风险资产，美债变成了最大的风险资产。所以全球央行正在用脚投票。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球央行的购金量创下了55年来的新高。你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那些掌握着全球最高金融机密的人都在抛弃纸币，拥抱黄金的时候，作为普通人，你难道还要傻傻的把所有身家性命都押注在法币上吗？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一个乱纪元，黄金真的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吗？我的答案很直接，但请你听仔细，黄金不是让你发财的，黄金是让你保命的。很多小白冲进金店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东西明天能涨多少？如果你是这种心态，我劝你出门左转去买彩票。黄金的逻辑从来不是投资回报，而是对冲风险。你要把黄金看作是非凡法币，资产非。当纸币泛滥的时候，金价上涨，并不是黄金本身变得更贵重了。1克黄金还是1克黄金，几千年来它的购买力惊人的稳定。唐朝的1两金子能买什么？现在的价格也能买到差不多的东西，变的是标价的尺子。法币缩水了，你买黄金实际上是在做空美联储，做空全球央行的印钞机，你是在把你辛苦赚来的劳动成果从那个不断贬值的纸币系统里通过物理方式提取出来，存储到一个几千年都没人能破解的物理硬盘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黄金就是你的诺亚方舟。当战争爆发，当电网瘫痪，当银行挤兑，当主权债务违约，所有的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存款都可能瞬间清零或者被冻结。只有黄金，它是唯一不依赖任何第三方承诺的资产，它握在你手里就是你的。但是作为一名资深投资者，我也必须客观地告诉你黄金的局限性。它不产生利息，它没有现金流，它的短期价格会受到美元强弱的剧烈影响，所以我不建议你卖房卖车全仓梭哈，那是赌徒，不是投资者。真正的聪明钱 smart money 是怎么做的？是构建一个非反脆弱的投资组合，在这个组合里，黄金扮演的是定海神针的角色，占比建议在10%到20%。这部分钱是你最后的防线，无论经济危机怎么冲击，无论股市怎么崩盘，只要你有这部分压舱石，你就永远有东山再起的资本。你睡觉的时候会比别人踏实得多。除了黄金，我们还要看到另一种趋势，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比特币等优质加密资产正在被年轻一代视为数字黄金。虽然它的波动性比黄金大100倍，风险极高，但它背后的逻辑去中心化、总量恒定、抗审查其实是和黄金一脉相承的。这是对旧有的法币体系的另一种反叛。当然，这是一个更深的话题，如果你感兴趣，在评论区打出数字黄金，人多的话我专门做一期深度复盘。最后我想和大家掏心窝子说几句。我知道听完这些你会感到愤怒甚至无力，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改变不了美联储的决策，改变不了地缘政治的博弈，但这不代表我们只能任人宰割。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样的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投资亏损，而是你依然抱着旧时代的地图，想在新大陆上寻找宝藏。最大的风险是你依然相信勤劳致富，却看不见那个正在吞噬你财富的黑洞。觉醒是自救的第一步，不要再把大把的现金死死存在银行里，以为那是安全的避风港。在通胀面前，现金就是垃圾。你需要学习，需要进化，你需要把你的软资产法币逐步置换成硬资产。优质的股权
核心地段的房产，注意是核心，黄金、比特币，以及你大脑里的认知，这些才是大洪水来临时能让你浮在水面上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做这个频道，我不是为了给你推荐代码，我是为了在这个充满迷雾的金融丛林里，为你点亮哪怕一盏灯，让你看清路，少踩坑。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哪怕有一句话触动了你，让你对口袋里的钱有了新的思考，请一定要给我一个点赞。这不仅仅是算法的数据，这是我们觉醒者联盟的暗号。也请把这个视频转发给那些你真正在乎的人。有时候一次认知的升级真的能改变一个家庭未来10年的命运。在接下来的视频里，我会手把手教大家在如今这个高金价的时代，如何通过具体的操作策略，比如金条、ETF、金矿股的区别，来构建你的黄金仓位。不想错过的朋友一定要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我是你们的投资战友，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清醒的长期主义者。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